现在5分钟试驾，我们一起来体验入门级紧凑型 SUV 当中的混动新秀广汽丰田锋兰达双擎版。OK， 那我们先来说说外观。整体的外观呢，我在21年的广州车展当中呢，就拿它和这个卡罗拉的锐放呢做过一个简单的对比啊。我们来回顾几个重点。首先是它的整个车身的尺寸呢，与同级像是途岳以及逍客的尺寸呢都非常的接近，并且呢，在这几台车当中，它整体的这个外观呢要更加的野性，比如说车身当中的防擦条的各种配置啊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它与它丰田家族当中的大哥 RAV4 荣放整个的造型非常的接近，这样的外观设计呢，当然也非常的受市场的欢迎。今年的5月份的销量已经达到了1.4万台啊。那混动版与燃油版呢，其实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主要是在 logo 部分啊，比如说车标以及一些 hybrid 的标识。那外观方面与燃油版的车型除了 Hybrid 标识这样的区别之外呢，其实在底盘的离地间隙，包括车顶的行李架等等这些 SUV 车型必备的装饰方面呢，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分野。那我们来看看后备箱的实用性如何。整个的容积呢有429升，这个尺寸在同级别车型当中不是那么亮眼的，但是呢，它整体的这种后备箱的这种开口的角度，包括它下方放置了一个比较大的备胎，所以说如果想要一个更强的储物能力，其实可以进行一个向下的这种拓展。如果说不想拓展的话，其实整体的空间我觉得也是非常足够了。车内的部分呢，其实依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种丰田味道啊。整体的设计呢，我觉得是比较平实的。中控屏的部分采用了这个10.25英寸的中控屏幕，然后在使用时呢，其实相比于老款丰田的车机来说的话，它的整个应用更加丰富了，像是高德地图啊，包括一些应用都有配置了。那在使用时呢，其实语音操作呢，相比于之前呢，识别的精准度也要更高了，也更实用了。值得一提的点呢，就是它全系标配了这个 CarPlay 和 CarLife， 所以说对于我这样的苹果用户或者是一些安卓用户来说，不喜欢用它原厂的这种车机系统，可以采用这个手机互联的方式进行一个连接啊。而在下方这个空调的位置呢，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，就是混动双擎版本呢，它全系标配自动空调。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呢，就是它全系标配了这个 TSS 3.0的这个智行系统啊，也就是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及它的这种车道保持啊、车道居中等等这样的功能也都是配置的。在同级别当中呢，它这个配置呢其实是比较领先的。如果说有一些长途需求，我觉得这一台车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选择。那另外的部分呢，就是它的储物空间方面，我觉得做的中规中矩吧。前面一个放手机的，这里有2个这种杯架。后方呢有一个比较小尺寸的扶手箱，其他的就是侧边的一些储物位置了。那在入门级紧凑型 SUV 当中呢，其实它这个后排的有一点比较好的，就是它这个座椅下方的位置做的是比较大的，所以说脚还是有一个比较充裕的这样一个空间的。那头部呢1拳以上的这个距离啊，整个后排的这种开扬感呢，其实相比于途岳和逍客来说都要来得更好一点啊。那这个后排的座椅角度呢，其实是支持2档调节的。我个人的话会习惯于把它放到最躺的这个角度。这一台车在同级别当中应该是率先使用混动系统的。那这一套混动系统呢，与之前的丰田的其他车型上的这种混动还有一些不同，它是一个第5代的 THS。那发动机采用的是之前雷克萨斯 UX260H 上的那个2.0升自然吸气引擎，但是呢，它的整个变速箱的部分以及电池的部分都有提升啊。它的整个电池部分呢，其实整个的体积减小了，并且呢是采用了这种3元锂的电池组。然后放在了后排的座椅下方，但是呢，与其他的丰田的双擎的车型不同的是，它的整个坐垫呢可以做得更厚了，所以在第2排乘坐时会更加的舒适。那它整个的变速箱部分呢，体积更小，然后重量也变得更轻了，它的整个能耗呢也变得更加优化了。你比如说，我们今天车辆4个人的情况下，整个的平均油耗呢每100公里4.2升，在同级别当中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表现。
那这套动力系统呢，其实在开起来啊，相比于2.0升燃油版的车型呢，整个的动力更加的平顺了，并且呢，现在是在70公里每小时左右巡航的这种状态下，其实它的整个 NVH 表现也是要更为出色的。相比于它2.0升自然吸气的这个燃油版呢，其实整个的动力呢输出是要更加平顺了，而且呢，它的动力响应也更加的迅速，在日常驾驶的时候，其实会让整个的心情我觉得会更加舒畅啊。当然，它的动力上也有一定的提升，相比于2.0升自然吸气的版本，最大的功率呢提升了18千瓦扭矩，提升了1牛米啊。那还有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台车它的整个的操控如何？因为它采用的是一个后排扭力梁。那其实基于 TNGA-C 打造的这个锋兰达，在日常的驾驶的这种体验当中呢，其实我们并没有体验到它与多连杆悬架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。最后一点想和大家聊一下它这个 TSS 3.0的驾驶辅助系统。其实这一套辅助系统呢，我觉得做的有几个比较亮眼的2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它即便是在不开启任何的自适应巡航的这种模式之下呢，你压到一些虚线或者是实线的话，它都会帮你自动的修正方向。而且呢，在出现一些横穿障碍物的情况下呢，它也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制动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它这个防碰撞的预警啊，我们今天在场地内做了一个模拟，50公里每小时，然后雨天在没有任何干预的情况下，它车辆还是稳稳的刹停了，并且呢，它的整个刹停的这个动作呢是比较柔和的，并没有一些车型那么突兀。OK， 那最后给大家来个总结。其实锋兰达这一台车呢，它比较野性的这个外观，包括它的一个比较高的离地间隙，包括它比较省心的这种使用体验，还有这个双擎的配置呢，在同级别当中呢都是非常少有的。当然，它不只是这些优势啊，包括它的整个动力更加的平顺 ，NVH 表现更好，以及它的整个的动力的响应更快，这几点优势呢也是非常明显的。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更低的使用成本、更好的一个驾驶体验的话，选择混动版。那如果说就是日常代步，然后对于动力啊等等部分也没有什么